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来自安踏旗下的独立品牌安踏 Sneakerverse 推出的第一个篮球鞋系列 Eclosion 战役。高帮的 Type 1以及低帮的 Type 2，高帮版本的 Type 1会更加像是一双把概念鞋量产出来的鞋款，而低帮的 Type 2则会更加干练、更加实战一些。这两个鞋款不管是低帮还是高帮都有两个不同的版本 ，Ladies 版以及蛋 Pro 版，而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如字面意思一样 ，Ladies 版本的前掌使用的是 Ladies 天赋，而蛋 Pro 版则用的是蛋 Pro 作为了前掌的天赋材料，在其他方面没有任何区别。而我手上的这双 Type 1就是蛋 Pro 版 ，Type 2则是 Ladies 版。我相信大家对于 Ladies 一定都是比较陌生的。其实这是一个参数化晶格结构设计，用 3D 打印制作出了这样一个由无数个小晶格组成的弹性体，每一次受到挤压都会有明显的能量聚集和释放。那说人话就是它会有非常强烈的力反馈以及回弹，会比这2年我们国产品牌所使用的一系列超临界都要更加的出色。当然，除了这个新的中底科技之外，其他各个方面的用料和配置也都非常顶。LTR 的外底指滑橡胶，超大面积的异形碳板，配置方面绝对算是拉满了。但是在这样疯狂堆料的情况下，重量控制依旧非常出色。两双鞋都是42.5码，高帮版本的单只重量在差不多390多克，不到400克的样子；低帮版本的单只差不多在330克左右，重量表现都非常棒，完全不会成为我们在球场上的负担。OK 那基础配置差不多就是这样。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两双鞋在实战方面的表现究竟如何。Type 1这一双鞋其实是更加偏向于品牌秀肌肉的一个产品，夸张的鞋帮高度，夸张的外底造型，夸张的前插碳板，就单单从它的整体造型和外观上面就能明显看出来，这就是一双非常极致的篮球鞋。上脚之后的第一感觉也确实如此，前掌巨夸张的上翘幅度，即使是我在正常垫脚投篮的时候，都会有整个人要往前冲的感觉，滚动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存在。我穿过这么多鞋都没有过这一种感觉，只要你做出一点点前进的动作，脚底下的球鞋就会引导你往前，这种感觉真的太疯狂了。这种变态级别的滚动感大家必须要花一定的时间去适应，而当我们适应了它之后，它所能带给我们的那种极致的滚动感以及极致的助推感，都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运动表现方面的提升。前掌的蛋 Pro 特别弹，加上它的前插碳板，不管是在连续点地时的弹速，还是在蓄力起跳时的瞬时爆发力，都会有非常大幅度的提升。这双鞋能提供给我们顶级的弹跳体验，在每一次蓄力起跳的时候，它中底极致的推进感都能让我们跳得更高。这你受得了吗？而且在适应了它极致的中底体验之后，你也完全不会不敢穿它去实战，因为它高耸的鞋帮在拉紧鞋带之后，确实能提供给我们足够的信心去做任何动作。在拉紧鞋带之后脚踝处的鞋面给到我的感觉就像是打了脚一样，非常有安全感。虽然它的外底造型确实非常的夸张，非常灵活，没有任何的防侧翻角，360度全部都是弧形，但是它这一个高耸的鞋帮实实在在就是能提供给我们非常出色的包裹以及支撑，也同样是因为它的这一个超高帮的造型让它有了非常极致的鞋脚一体性，不管做什么动作，双脚与球鞋的贴合度都非常高，而且完全不会有任何的不适感。非常棒。当然Type 1这一双鞋并不是一双所有人都可以驾驭的篮球鞋，它对于你的下肢力量会有不小的考验。我每次穿完这一双鞋双脚都会有比较明显的疲惫感。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的岁数大了，虽然一直保持着训练，但是不可否认在身体机能方面的下降。如果你是飞天遁地的天赋快，那这一双鞋一定能够让你爽飞。或者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只能免扣的球员，那这一双鞋一定能让你更加轻松的完成扣篮，它所能带给我们的在运动表现方面的提升是前所未有的，其他任何一个鞋款都没有办法与之抗衡。我为我说的这句话负责。而如果你觉得 Type 1你是没有办法去进行驾驭的，那 Type 2可能会更加适合你，没有那么激进的外底上翘幅度，碳板在前掌也做出了更多的镂空，会更好去驾驭，也会更加适合我们普通的篮球爱好者去进行选择。OK， 那这一双更加适合大家去进行选择的 Type 2，我就来好好跟大家聊聊它在各方面的表现究竟如何，好吧？
LTR 的外底橡胶就是它抓地的最好保证。这项外底科技啊，我在之前的瞬息3代上面就已经体验过了，在抓地方面的表现非常棒，不管往任何一个方向移动，脚底下都不会出现多余的滑动，而且啊，它对于灰尘的敏感度也并不是特别高，在有灰尘的场地上，它的抓地力也不会出现明显的下降。当然啊，不管是 Type 1还是 Type 2，它们的外底纹路都会比之前的瞬息3要粗得多，但是啊，打外场我依旧不是特别推荐，这两双鞋依旧是相对比较纯粹的内场实战鞋，好吧？中底超大面积的碳板就是它抗扭的最好保证，不管做什么动作，不管是什么强度的球局，它的抗扭、它的强度你都不需要去担心，放心造就完了。而这种有着高强度前插板材的篮球鞋啊，有一个合适的鞋头上翘幅度非常的重要，而 Type 2的鞋头上翘就刚刚好，不需要我们去发力对抗它的碳板就能正常跑动，而且啊，得益于它前掌碳板的大面积镂空，在磨合完成之后，它的前掌弯折也会比较轻松，完全不会有板脚的感觉。当然，如果你脚底下不是特别有力，或者体重相对来说比较轻，那只要你愿意花时间去磨合、去穿它，那你也一定能够把它磨合开，好吧？相比 Type 1夸张的全弧形外底造型 ，Type 2会明显更加收敛一点，在鞋身外侧都做了明显的外扩，外底四周的上翘幅度也会更小一些，稳定性啊相比 Type 1会有大幅度的加强。毕竟 Type 2啊没有那么高的鞋帮来给大家提供保护，对吧 ？Type 2啊在磨合完成之后，其实跟其他的一些篮球鞋在稳定性方面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当然啊，它的整体定位依旧还是偏向于灵活更多一些的，在保证灵活性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的同时，尽可能的给大家做到了稳定。如果你想要的是极致的稳定性，那它一定不会是你想要的。但是如果你要的是更多的灵活性，那 Type 2一定能够让你满意。OK， 在基础性能方面啊，它的表现非常拔群。抓地出色，抗扭优秀，稳定性也完全没有问题。那至于这双鞋究竟好不好穿，以及它会更加适合哪一种类型的球员去进行选择，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聊聊它在风格化的处理方面做得怎么样。在脚型适配方面 ，Type 2用的是一个正常宽度的鞋楦，相比 Type 1偏窄的鞋楦啊 ，Type 2在脚型适配方面会更广一些。只要不是超级大宽脚，都可以去选择它，并且都能得到比较不错的包裹体验。低帮的鞋身配合5组鞋带孔，并且啊，在前面的4组鞋带，不管是内侧还是外侧，都会穿过外侧的这一根贯穿式的绳子。虽然在绳子的连接处并没有延伸出来什么动态鞋带孔，但是拉紧鞋带也能明显感觉到整一个鞋面的包裹提升。不过由于在前掌并没有鞋带孔的覆盖，所以窄脚的兄弟穿这一双鞋可能会有前掌偏宽的感觉。好在它的整体锁定做得非常到位，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在变向或者侧向蹬地的时候，双脚在鞋内不会出现位移；在急停急起的时候，也完全不会有顶脚趾或者是掉跟的情况出现。不管是包裹还是锁定，它的表现都非常出色，舒适而且紧致。而高强度的 TPU 丝缠纱鞋面，加上它在前后掌的受力点位置处啊，都有着硬质 TPU 材料的覆盖，侧向支撑也非常棒。不管做什么动作，鞋面都可以很好的兜住我们的双脚，加上它出色的鞋身刚性，不管你要穿它去打什么强度的球局啊，它都可以适配，大家放心选择就行，好吧？而且啊，在有着出色强度以及包裹的同时，在透气性方面也完全 OK， 即使是在夏天穿，也完全不会有捂脚的感觉。在意透气性的兄弟们也完全不用担心，好吧？而至于它的中底这个最具风格化的地方，在低帮的 Type 2身上依旧有着非常亮眼的表现，完全不逊色于 Type 1。Type 2在出上脚的时候重心会有一点点的偏高，但是在磨合完成之后，整一个中底的高度就会变得比较适中，出上脚时那种前高后低的感觉也会有明显的好转。而且啊，它的反应性表现可以算得上是现象级的，在发力蹬地的时候，脚底下不会有任何一丝泄力的感觉，非常的直接。再加上它前掌Dan Pro 加 Ledis 的组合，在发力蹬地的时候，前掌特别弹，能明显感觉到前掌缓震材料所提供给我们的回馈。再加上它中底前插碳板的加持，你用的力越大，它就会给你更猛烈的力反馈。这种强烈的力反馈啊，之前
我只在 Type One 身上体验到过，而 Type One 因为板材造型的不同，推进的感觉会更加的明显，更加的强烈。而 Type Two 则在大幅度降低了驾驭门槛的同时，给到了我们一个完全不逊色于 Type One 的中底推进感以及力反馈。如果你比较依赖第一步爆发突破，那不管是 Type One 还是 Type Two， 它们的推进感或者说是中底的力反馈都非常顶，绝对算是现象级别的一个表现。而且 Type 2相比 Type 1还有着一个比较大的优势，就是它的中底过渡。因为它没有做 Type 1一样的中底镂空，所以不管是在正常跑动过程中，还是在蓄力起跳的时候，它的整一个过渡都会要更加的丝滑，更加的自然。Type 1是一双相对比较纯粹的，只适合平常习惯使用前掌跑动的球员去进行选择的篮球鞋，而 Type 2在这一方面则会友好非常多，即使你平时会更加习惯使用全掌去进行跑动，也完全没有问题。它的中底给到我的感觉就是在有着极致推进感以及力反馈的同时，还有着非常出色的灵活性以及整体过渡。与此同时它的驾驭门槛并不会高不可攀，只要你愿意花时间去磨合，这双鞋一定会让你体验到什么叫做极致的跑跳型篮球鞋。OK， 那它在各方面的实战性能就是这样，在各方面都做到非常出色的同时，还有着极致的前掌推进感以及中底滚动感，是一双非常适合跑跳型球员去进行选择的篮球鞋。如果你平时打全场比较多，是跑跳偏多的外线选手，那 Type 2这一双鞋也一定会非常喜欢。当有一双鞋能在做到没有明显短板的同时，还能有1到2项特别拔尖优点的时候那这双鞋就是毋庸置疑的实战好鞋。而 Type 2就更厉害了，它在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拔群，不管是抓地抗扭包裹还是支撑都非常顶，而且与此同时它还有着现象级别的中底过渡以及前掌推进力度，这双鞋毋庸置疑一定会横扫今年各大球鞋博主的年度榜单，到时候我们走着瞧，好吧？那这2双鞋在9月6号都已经在得物首发，并且7号已经开始全平台铺货了。看完这一期视频，如果想要下手的兄弟们，直接冲就完事了，好吧 ？OK， 那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亚当球鞋找到我，记得要点击关注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